這是一場中美外交史上最经典的反殺。美国精心設計3套把戲，想讓中國讓步，結果卻被周總理一一拆穿，反而把基辛格逼到牆角，交出了美國的底牌。1971年7月，美国总統国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飞抵北京，與周總理進行了3天密談。這場談判沒有媒體，沒有公開記錄，直到多年後美國解密檔案，世人才知道当時發生了什麼。密談剛開始，基辛格先發制人，表示台灣問題太複雜，不如拆開來談，軍事問題先談，政治問題往後放。軍事方面，美國可以從台灣撤軍，但要跟越戰掛鈎，越戰什麼時候結束，美軍什麼時候撤。至於政治方面，比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，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，這些大問題留到以後再說。美方想先用撤軍的承諾穩住中國，政治問題則能拖就拖，把撤軍和越戰綁定，讓中國協助美國體面地結束越戰。周總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戲，直接指出台灣問題的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不能分開，必須同時同步解決。如果尼克松總統訪華，卻不能在台灣問題上表明清楚的態度，那他這趟來的成果是什麼？既然尼克松想要訪華的政治成果，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歷史功績，那就得在台灣問題上給個明確說法。基辛格沒想到中方會這麼直接，他以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主要是為了應對蘇聯威脅，在台灣問題上會比較靈活。沒想到中國領導人根本不吃這一套。訪華前，尼克松親自交代基辛格，我們在台灣的6000名駐軍直接跟越戰相關，如果越戰結束了，那些軍隊自然就不需要了。言下之意是，想讓美國從台灣撤軍，那就得幫他們搞定越南問題。而周總理直接用美国國內政治進行了反擊，他對基辛格說，我明白你們需要時間，但留給尼克松總統的時間並不多了。尼克松的任期還剩1年半，如果能解決中美關係問題，這將影響他能否連任。這句話直接戳中了尼克松的軟肋。打開中美關係是尼克松最大的政治資本，他們比誰都清楚。眼看前面2套把戲都被拆穿，基辛格拿出了殺手鐧。他說，美國在日本駐軍可以防止日本重整軍備，走上軍國主義道路。如果美國撤走了，日本可能會發展自己的軍工業，甚至制造核武器。你們不是最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興嗎？那就得讓我們在亞洲多待一陣子，包括在台灣的駐軍也不能撤太快。美國明顯是想利用中國對日本的警惕來延緩美軍從台灣撤走的時間。然而周總理不但沒有被這套說辭嚇住，反而將計就計，用日本問題逼出了美方更多的承諾。那麼周總理是如何利用日本問題反將一軍的？毛主席又給了什麼樣的指示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為您揭曉。